你为何如此忧心忡忡啊？因为我担心，我骗得了阿玉一时，却骗不了她一辈子。我刚才看着她的眼睛，却骗她。这些日子，阿玉只要对我越好，我心里就越难受。我真的好怕。 如果他有一天知道了这个孩子的身世，他会受不了的。我当时怎么就那么傻，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姑娘，您这都是为了三姑娘，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呀。我也是这么安慰自己。可是每次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我真的好不希望这个孩子存在。 我每次望着那高高的阶梯，都会想：我要是失足掉了下去，我要把这孩子拴没了，那么阿玉这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。姑娘，你可不能这么做，千万别冲动。你筹划了这么久的大事，可不能少了这个孩子。你想一想，有了这个孩子，你就可以当皇后，就可以独孤天下了。你不是说过，为了独孤天下？ 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的吗？这些天，我一直都在想，当初劝阿姐留下那个孩子，到底是对还是错？如果是对，但为什么那么多人为了让他登上帝位，而莫名其妙的身首异处？如果是错， 我又实在做不到，眼睁睁地看着阿姐杀死自己的孩子。这事没有对错，只有因果。大姑娘为了这个孩子争地位，也是为了保住宁都王的性命。就算现在不争，以后也得争。可阿姐是为了我才有了那个孩子，现在她为了那个孩子，欺骗了宁都王，又骗了宇文护。这些事情，这些遭遇，谁是谁非？ 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分辨了。不该你想的事，你就别多想了。谁叫咱们现在是乱世呢？生生死死，本来就由不得自己。就像这玩意儿，他没准染过山贼杀人的血，可也没准沾过佛寺里普度万生的香。不过，只要他在咱们手上。 就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枚铜钱，你管不了他的过去，只能掌握他的将来。是，我们能够掌握的，只有他的将来。 他们来了，好。可丞相没来，说是今天临时告了假。什么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准备动手。是。太师宁都王到。 太师宁都王，
太师和宁都王勾结丞相，私结党羽，意在谋反。谁敢犯上作乱？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圣上，早上好啊！太师，你既然敢合同宁王造反，朕今日就要将你当众斩首。二弟，我是你大哥，你觉得我也会造你的反？你也要杀我吗？大哥，你若要造反，我为何不能杀你？他要杀你了，你自找的。你说什么？圣上，还等什么啊，圣上？侍卫，侍卫！主上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下兵器！但是，圣上！但是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别杀寡人，别杀寡人！不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别杀我呀！大哥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大哥，救我！太师，念在咱们3个都姓宇文的份上，能不能饶他一命？谁说我要杀他了？有些话还是由他来说，百官们才会信服。陈公，楚国赵贵心怀不轨，诬陷太师造反，已被朕亲手捉拿。寡人无心奸臣，无德无能，才不敢居国主之位。即日起，传位于宁都王。然而的必复信君，共顺忠臣。怎么了？皇上已经发话了，还站着干嘛？难道还想抗旨不成？呼应新帝登基。平身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新皇已经正位，大家该干嘛干嘛去啊！收拾收拾，接着继续朝会。臣等告退。等等，哎，先帝爷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
快点儿！这赵贵啊，罔顾您对他的一片圣恩，在朝会上谋反。您说该如何处置啊？如何处置？如何处置？呸！要杀就杀，搞这些花样做什么？宇文护，你为个女人扶个绿帽子做皇上，你他娘的有种吗？你他娘的真有种！你扶个绿帽子做皇上，真有种啊！你瞧瞧啊，这个年头啊，改朝换代就是那么的容易啊！施主，就此别过吧。
哎呦，哎呦，真好。我总算可以再见到你了。殿下不必说了，臣今日所为，已经违背了圣上对他的承诺，是以无言为观了。爹，这是在家里，你又何必跟我说这些虚礼？现在圣上已经下了旨，这宰相之位你必须得接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个宇文护这么强势狠毒，就算现在圣上对他曲意奉承，可是以后一样是危险至极的。难道你伊利夫他登基之时，就不知道他永远只能是宇文护的傀儡吗？殿下还是请回吧，臣已经老了，早应止休了。更何况身为外戚，理应避嫌。爹，爹。陪我一场梦。赵贵鞭尸，其柱国之职由哥舒担任。至于宇文觉，废为略阳公，蒲松减为4人，贬去成陵，为先帝守孝。太师啊，这宇文觉毕竟有禅位之功，依寡人之见，还是从轻发落吧。还不赶紧拟旨昭告天下！是。现在已经不是宇文觉的天下了，我的脾气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。臣谨遵太师。谨遵太师军令。他们这些人的眼中只有宇文护，根本就没有寡人。既然如此，寡人当这个皇帝还有什么意义？圣上，你要冷静。你又不是不知道宇文护这个人嚣张跋扈，这件事只能徐徐图之。徐什么图什么之啊！南阁阿九一直想杀了他。寡人也想杀了他，万万不可！圣上，怎么就不可？殿下，不是，没事吧？周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太医，肚子。对不起啊。禀圣上，殿下是因为忧思甚重，加之刚刚又动了胎气。所以必须安心静养，方可恢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春使，带下去。太医，哎呀，快点吧，殿下需要静养。温柔，对不起啊，都怪我刚才跟疯了心一样。这样，你骂我吧，或者你打我也行，好不好？傻子。哪有人敢打圣上？阿玉啊，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沉住气。不管是为了我，或为了孩子，你都要冷静，千万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步上宇文觉的后尘。答应我好吗？好，只要你跟孩子能安全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啊。
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了？难道还有人敢多嘴不成？你怎么样了？听说你今天受惊了。那会儿倒还好，不过现在可着实被你吓了一跳。好，好，好，是我不好啊！等我们孩子出事了，再替他娘打他爹，成不成？来，我喂你。哎呀，宇文玉那蠢材还敢对你发脾气，真当自己是皇上了。你也真是的，人家是第一天坐上皇位，第一天上朝，你就这么不给他面子，这换了谁，谁都会不高兴的。那又如何？要是我第一天朝会不立起威来，朝臣们胡思乱想的。再说了，过不久你父亲就该上朝了吧？到时候我自然会退让3分。所以这几天啊，你就先让我随意一下吧。我爹说了，他年纪已大，想要早点治休。哦，是吗？还是让他早点回来吧。我们儿子的天下，还是要多几个长辈看着，我才放心。这不还早着呢，我爹老觉得心里对不起先帝的遗嘱，所以你先让他缓一缓吧。也行。哎，般若，你瞧瞧，我们这样有商有量多好啊！哎，自打你有了孩子之后，对我还真是好多了。当了母亲，自然不一样。那做了皇后，滋味又如何？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。瞎说，你不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吗？哎，等我们的儿子出世了，那就真的独孤天下了。嗯。太师，再晚宫门就要下药了，而且太医说过，殿下安胎需要早点歇息。你这是赶我走呢？你谁呀？阿虎，听我说，我觉得以后啊，你还是不要来我这儿了。这事情要真的传了出去，对咱们孩子影响不好。我们的孩子一定是一个毫无争议的皇子，这样日后才能顺利登基啊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哎，那你以后多去隆兴寺礼佛，我们在那儿见也行。哦，对了，宇文邕已经放出来了，不但赐还了皇爵，还加了封户。你家伽罗现在多半正高兴呢吧？哎，你这新任皇后是不是要下达奉诏赐婚呢？就别说这些了，我爹那儿多半是不可能答应的。伽罗呀，爹不希望你嫁给他呀。为什么？傅成王啊，他从小先天就弱。上一次被贬，他又得了重伤。哎呀，太医跟我说了，他很难活过35岁呀。可是他都是为了我才变成那样的，要不是为了救我，他早就……你欠他的情，爹日后替你还就是了。伽罗呀，如今你长姐她贵为太后，日后深宫幽闭，难得一见。你二姐她又远嫁去了陇西，爹现在身边唯一剩下的女儿，就只剩下你了。为人父母者，有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刚出嫁不久，就成了新寡呢？哎，不过你若是执意要嫁，爹也没有办法拦着你。只是爹的心里头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呀。爹，孩子，
爹的年纪大了，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吧？你的2个姐姐，没有一个愿意听我劝告的。这回，爹求你，这回你就听爹的，好吗？啊！佳龙，你看这景色多美啊！啊，你就别难过了。要换作是我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短命鬼啊！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。好了，我现在不是好好活着吗？再说了，你看，我这头发也长出来了，也不用再当和尚了，还能时不时的和你说说话，这日子过得别提有多幸福。哎，其实我们俩呀，这样也挺好的。等着吧，反正你还小呢，说不定哪天老天有眼，给我一株灵药，又或者你阿爹改变主意了呢。不过，我觉得最有可能的，就是你喜欢上别的如意郎君了，忽然间把我就抛到九霄云外喽。你别胡说。我哪有胡说啊？你现在可是丞相的女儿，殿下的妹妹，抢手的很呐。你才是呢！你现在又是亲王，封邑又多，经理想嫁给你的、想当王妃的女孩不知道有多少。江龙，说真的，我会等你，一直等到你出嫁那天。月夜在湖畔飘扬岸上秋，烟藏苍生公园琵琶后，谁倚窗幻梦如昨，美景从何？心头白发起换了秋色。夫人，这天色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回去做什么？看冯氏他们的脸色吗？郡公已经快1个月没来我的房间了，在他们眼里，我这个陇西郡公夫人早就跟死人差不多了。那也要回去用晚膳的呀。这些天你都没有好好吃饭，这人都瘦了一大圈了。都怪我命苦。如果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我就不应该嫁到陇西了。如果现在我还在京城，该有多好！夫人成天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奴婢都劝过你好几回了，你要先笼络住郡公爷才是正经啊。我跟我娘都是一样的命苦。今日斗酒会，明旦沟水头，谢蝶玉钩上，沟水都西入。夫人，哎，夫人在这儿呢。夫人，给夫人道喜了。什么喜？夫人您不知道吗？京里飞鸽传书。新帝登基，您的长姐做了皇后，连着几个舅老爷也升了官。郡公爷刚刚吩咐府里准备了宴席，正满园子找您，给您贺喜呢。今天的饭菜很丰盛，夫人，这些都是夫人爱吃的。哎呦，曼陀呀，陇西的风沙大，你出入庭院怎么不披剑披风呢？着凉了怎么办呢？啊！哎呀，诸位，今天可是咱们府上的大喜日子呀！咱们是不是应该共同举杯，给夫人道个喜呢？啊！对，来！哎呀，
曼陀，锦娘，你的酒，给夫人道喜了。来，夫人道喜了。你们都先别急，咱们一个个来。一个一个来。夫人长姐正为正宫，乃普天同庆。我们几个凑了提及，为夫人寻了盆宝石盆景过来，你看，聊表贺意。这么重的贺礼，我可受不起。昨天还欺负我，给我吃冷菜冷饭。哦，今天听说我姐姐当了皇后，就立马换了一副嘴脸了。曼陀，郡公爷，你不是要替妾身贺喜吗？是。可是妾身呐，清静惯了，我见到这些贱人，贱人，我就烦心。曼陀，想喝酒好啊，把这些贱人们赶出去再说。曼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是妾身们不对，惹夫人不高兴了。郡公爷，您先陪夫人喝酒，妾身们这就站到外院去领罚。夫人，我们去外面站着领罚了。走。哎呀，行了，这下你开心了，就剩咱们俩了，一点都不热闹了。好了，我前2天也是忙于公务，冷落了你，你不介意吧？你说呢？哎，来，一起喝，碰一下啊！相公，你好讨厌呢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夫人，只要郡公爷肯来，你以后就不会再受气了。哼，只要般若还是皇后，她以后就不敢不来。奴婢正想劝你这事儿呢。昨天晚上你当着郡公爷让冯氏他们没脸，实在有些不妥啊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杀杀他们的气焰，要不然他们真把我当软柿子捏。哦，骂着哄着都由着他们。可那也让郡公爷面上不好看啊！他瞧在皇后的份上，肯定会待你比以前好的。可是夫人要一直这样，可就不好说了。这万一郡公爷要是知道你和皇后不和的消息，不会吧？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夫人，这陇西再远，和京城也是通着消息呢。万一有人别有用心，打听出来了呢？夫人，你就听奴婢一回劝吧。以后和郡公爷还有冯氏他们都软和着些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是光软和着呢，还是不够的。这些日子，我算是想明白了，他们现在对我恭恭敬敬，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做皇后的姐姐。以前是我笨，跟父亲和长姐闹得不可开交，以至于我嫁到陇西这么久了，他们都没有打发一个人过来看上我一回。这个冯氏是看我孤立无援，所以才蹬鼻子上脸欺负我。班若说的没错，唯有独孤家才是我最有力的依靠。夫人能这么想就对了。所以我必须主动跟家里赔个不是。父亲向来心软，那我就多说几句求饶和认错的话，他也就不会再生我的气了。这般若呢，虽然是皇后，可我这陇西郡公夫人的位置，要是坐得稳，也给他长脸，是不是？
纸和笔来，我这就给家里写信。三姑娘这些天还是跟辅成王殿下经常去祭祠院，神情谈不上不快，也说不上欢喜。这一次皇位更替之事，本宫算是得罪了阿爹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多日阿爹都不上门请安。阿爹的心呢，被我和曼陀彻底伤透了，所以他现在更担心伽罗日后到底该下嫁给谁。其实辅成王殿下对三姑娘确实不错，真是造化弄人。二姑娘的，你怎么看呢？臣妹自知少不更事，多番触怒慈父严节，如今悔之已晚。要真像折子上所说，二姑娘千方百计要嫁到陇西，这也算是自作自受了。那她既然有意悔之，殿下不妨也……我肯定不会放任不管她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的妹妹，肯定啊，也写了一封一样的信给我阿爹。我阿爹这个人向来心软，曼陀做了这么多的坏事，也不见他把曼陀打入寺庙当尼姑去。可是你说，这夫妻相处之道，妻妾争宠，一个大男人又怎么好过问？本宫看在阿爹的面子上，也不能对他置之不理。好歹，她也是我独孤般若的妹妹，怎么可能放任她被一群小人欺负呢？能够欺负她的，只有我。对了，宇文觉以前的后宫里，是不是有一个姓王的女使？好像是。对了，我跟你提过的那个王女使，她出身于太原王氏，之前一直跟着宇文觉，但是不受宠。可我看她这个人啊，做人处事倒挺有手腕的，所以就想啊，干脆把她派去陇西那里，帮一帮曼陀。圣上，要是您觉得可以的话，时不时也在陇西郡王宫那儿敲打敲打。好啊，反正朕这个皇帝啊，也没什么大用。这点小事情呢，朕还是可以做主的。圣上，放心吧，自从上回之后呢，朕再也没有跟宇文护起过争执。倒是你啊，眼看着月份一天比一天大了，怎么还老想着去进香呢？这龙兴寺的香火再灵，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子，不是？这不是太医说了吗？没事要多走动走动。以前没有住在宫里的时候，我老想，不知道住在宫里是什么滋味儿。现在啊，天天在宫里待着，我倒挺怀念以前在王府自由自在的日子了。唉，朕何尝不是？朕现在就盼着你把孩子早点给生下来，等过几年呢，孩子大一点，咱们就带着孩子全国巡视，就当离开这皇宫，去散散心，好不好？圣上有旨，谁敢不从？总之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子，千万别像朕一样，自打进了这皇宫以来，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，每天头都疼，手都抖，倒个茶都倒不了。般若，你没烫着吧？要不要宣太医啊？啊，不用，一时手滑而已，没事的。哦。启奏殿下，有话快说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
殿下所料不差，圣上确已中了水银之毒。臣无能服侍圣上日渐，竟没有发现圣上的中毒之症。臣这次是在圣上常用的食具上验出了丹砂。好了，不用说了，你只要告诉我，圣上中这个毒已经多久了？应该已有数月。此毒如若置之不理，少则半年，多则1载，只怕圣上。殿下，此物无色无味，许多修道之人都是因此而亡。不知者还认为是惊厥腹痛之症。可有治疗之法？臣可先用解砒霜之药缓缓涂之，但是长远来看，就要靠圣上的体质康健。就先这么治着。还有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要是下毒的人知道了，换了方子，我们会更麻烦，知道吗？